注意看，日本拳王只因输掉比赛，竟不顾形象的当众嚎啕大哭。看他这悲伤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户口本上少了一个人呢。然而，这个年轻小伙可不是一般人，此人正是日本官方斥巨资花费6000万美刀培养出来的搏击天才。肩负重任的平本莲从小就接受了正规且系统的武术训练，18岁不仅称霸了日本轻量级拳坛，还击败了2位世界第一和5位世界冠军，甚至就连踢拳大魔王宫纳帕和踢拳王者武尊都对他忌惮不已。作为日本拳坛数一数二的搏击天才，可以说他为提高日本的搏击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实力的强悍让年少成名的平本莲也越发狂妄，完全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居然在媒体面前公开扬言声称中国功夫就是花花架子，根本没有任何实战能力。听到此番言论，妖刀魏瑞没有任何犹豫，当即用最快的速度杀往日本东京，擂台狂轰数百拳，不仅痛揍了平本莲一顿，还直接抢走了他最引以为傲的冠军金腰带。随后，魏瑞更是当着日本观众的面，在日本的地盘上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大家好，我是魏瑞，来自中国，来自大东洋俱乐部，很高兴参加日本K1这个比赛。这也是我很小的时候梦寐以求的舞台。非常感谢K1这个赛事邀请我来比赛，让中国功夫在这个擂台上面展现到世界，让世界各国各地都知道中国功夫。我是魏瑞。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日对抗大战，话就不多说了，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选手在擂台上的精彩表现。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蓝色拳套是中国选手魏瑞，红色拳套则是日本拳王平本莲。平本莲能手握这条冠军金腰带长达10年之久，那他自身的实力肯定是绝对的不容小觑。甚至这家伙在高手如云的国际拳坛也用拳头打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而由于他贡献过大，所以平本莲在日本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存在。反观魏瑞，也因为打外国人打得太狠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忠实粉丝。今天既然他敢跑来日本迎战日本拳王，那一定是对自己有着十足的信心。あれだけ盤石な戦い方で準決勝クリアして、ただ逆に平本選手はない爆発力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と思うんで、そこがね出せるかですけど、やっぱまずこの距離とディフェンスをどう潰せるかですよね、平本選手が。赤いグローブが平本です。準決勝ウェイルイは全く相手のパンチ蹴りをほとんどもらわず、紙一重でかわして恐ろしさを見せつけました。その相手に平本蓮前蹴りです。日本天才平本莲率先拿着组合拳猛攻魏瑞的内围，这毕竟是在家门口举办的一场比赛，更何况平本莲在日本的人气完全不亚于任何一个顶流明星，所以台下坐着的上千名观众中有9%的都非常看好他。然而客场作战的妖刀魏瑞虽然背负着不小的压力，但却没有丝毫退缩。常年征战于国际拳坛的他，暴揍的嚣张老外没有100也有80。所以对外国选手的打法战术和比赛节奏还是比较熟悉的。既然日本拳王仗着一条冠军金腰带就敢不将中国功夫放在眼里，那今天一定要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才行。あとうまくこう行くとこ引くとこをこう、使い分けて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前蹴り2つ3つ。前半は平本選手が出てっていう形だったんですけど、後半ウェイレンの方が出てくる形になりましたね。ウェイルイですね。ウェイルイですね。ボディ右フック。首回合两人并没有发起过于猛烈的进攻，这是一场踢馆规则的比赛，只允许出拳出腿，不能进行搂抱。所以对于在踢拳和自由搏击双向发展的魏瑞来说，自然需要一点时间适应比赛节奏。反观平本莲，并不是不想发起进攻，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任何出拳的机会和反应的时间。要知道，他在赛前可是立下了军令状，声称仅需1回合就能把中国选手送进抢救室。奈何魏瑞的实力到底有多强，恐怕正在遭受折磨的平本莲再清楚不过了。ローキックに合わせて左ストレート、この左が怖いですね。ボディ。左ストレートだけは警戒した方がいいですね、本当に。平本が左に回りながら攻撃出しています。ウェイルイの外側に回っています。前詰めていく、中央取った左のリードのジャブ。左ストレートを下がりながら抜けるのじゃなくて内に避けるんです。なるほど。それができると。逐渐进入了比赛状态的魏瑞，无时无刻都在拿着拳脚发起进攻。
只要让他抓住机会，那么必定是连续的拳脚组合招呼到对手的头上。反观擅长单击的平本莲，此时则表现得非常被动。然而，即使腹部被踢到红肿，他也没有放弃猛攻对手内围的想法。毕竟自己是日本官方花费6000万美金捧起来的搏击天才。如果今天输了比赛，就算观众的唾沫没有淹死他，那日本官方也不会轻饶了他。俗话说，养兵1日，用兵1时，更何况还养了他几十年，如果一点用处都没有，那还不如直接丢了他。いや、左。おお。入れ替わった。いや、千さん緊張感ありますね。そうですね。最後パンチ。この打ち合いはチャンスありますけどね。これに持ち込むのも一つ手ですか。ただ危険は危険ですけど。危険ですよね。裏腹ですね。右ねじ込んだ。いいですね。什么情况？这都不读秒吗？看来日本官方为了赢下胜利，是真的连脸都不要了。不过这次击倒依然给平本莲的比赛节奏和比赛状态带来了大麻烦。本就不占据优势的平本莲直接变得畏畏缩缩的，不敢发起进攻。反观越打越猛的魏睿，则不打算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从他决定登上擂台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做好了十足的准备。既然日本狂人看不起中国功夫和中国选手，那魏睿作为中国勇士，有责任更有义务在日本的擂台上打出真正的中国实力。平本。第2ラウンド残りが20秒です。K1 ワールドグランプリ初代ライト級王座決定トーナメント。左右のフック。もう入れた左。引いた。いいですね。聞きましたよ。そうですね。はい、そうです。その代わりガードが怖い。右しっかりガードを上げたい。おう、飛び膝入れ替わった。中村さんいいですね。そうですね。ちょっと嫌がってきましたね。おお。王座決闘トーナメント。到了最后一个回合，双方都打得更加激烈。然而，就算平本莲再怎么拼命挣扎，他也完全不是魏睿的对手。反观魏睿从比赛开始，现在不是在发起进攻，就是在发起进攻的路上，一套接一套的丝滑小连招，也是将平本莲打得没有任何办法，打不出有效进攻就算了，就连防守反击也很难施展出来。甚至只要他有一点进攻的苗头，那魏睿绝对会用凶猛的拳头让他直接变老实。比赛到这里，最后的结局基本上已经没有悬念了。除非平本莲能完成基因突变，不然观众的唾沫星子是淹定他了。ただメイレイもこうなると多分掘り詰めてパワーをものに攻めてくると思うんで、そこははい近い距離ハイキック危ない。右ボディブロー。根性勝負ですよね。出てきます。ローキック。右のハイキック、そしてまた左のストレートはこのところ温存しています。ウェイルイカットしないですね。根性でもう也不知道平本莲是哪来的勇气，扬言要将魏睿给送进抢救室里。虽然他施展的单击次数并不频繁，但拳头精准度却非常高，甚至还时不时的用扫踢试图攻击魏睿的下盘。奈何这些伤害对于魏睿来说，就像挠痒痒一样，完全造不成任何影响。反观魏睿全程火力覆盖，早就已经将平本莲打成了孙子。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抗击打能力比较强，说不定早就已经躺尸擂台80次了。然而不甘心的平本莲也没有就此认命，依然拿着拳脚发起进攻，想要抢夺最後的有效点数。平本がリング中央取ってます。さあ K1 新生 K1 の申し子完全覚醒はこの決勝戦。いやいいですね。ローキックいいぞ。足が怖い。掴んでますよね。こう抱えてきてますよね。ウェイルイが。いやでもウェイルイも気持ち強いですね。強いですね。下がらないですね。这日本拳王的抗击打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即使腹部出现了大面积的红肿，也没有放弃进攻的步伐。反观魏睿频繁的拼拳换脚，不仅拿到了大比分优势，还直接掌握了比赛的节奏。奈何就算平本莲再怎么咬牙坚持，也根本改变不了他被暴揍的结局。此时魏睿就像杀疯了一样，连续的拳脚组合就像是免费赠送的一般，疯狂的招呼在日本选手的身上。而平本莲能屹立不倒，也是挺让人佩服的。为了抱住自己最后的一丝颜面，看来他也是真的豁出去了。聞いてないと思っちゃうんですよね。でもこれは聞いてますからね。そこは本当に気持ちですよ。さあ、平本、最後の一つ、最後の壁、これを越えた先に、K1 の主役、スターの座が待っている。勝ち取れ、己の手で、18歳よ。さあ、K1 旗揚げの日に、K1 甲子園として優勝した男、
人生 K1 の申し子下がるな出ろさあ残り時間が少なくなったここで試合終了最终魏睿成功以大比分优势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不仅强势夺走了日本最引以为傲的冠军金腰带，还在日本的擂台上打出了真正的中国功夫和中国实力。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大家觉得中国选手魏睿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